所以这个北约的峰会啊，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就是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它现在在欧洲方向，主要就是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围堵啊。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北约峰会结束以后啊，现在俄罗斯说这个是北约呀和俄罗斯啊一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北约峰会呢已经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对手或者敌人来看待了啊。因为以美国主导的这个北约呢，现在在这次峰会上呢，一个是扩员啊，把这个长期的中立国芬兰呐、瑞典呐都拉入了北约，所以呢，这个军事集团扩大了。况且呢，这两个国家都是在波罗的海附近，都是在俄罗斯的周边，所以呢，俄罗斯说北约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俄罗斯啊，这是它的扩员。那我们再讲呢，在北约的峰会之前，也就是北约国家领导人啊上会之前呢，其实他的防长这一级的已经开过会了，他们也定了两个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呢，就是要把北约的快反部队啊，从4万人要尽快的增加到30万人。说为什么要从4万人要增加到7、8倍啊？30万人有这么大一个幅度的增加呢？因为10年前呢，就是北约它主要的对手呢，它还是把恐怖主义作为就是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打击的对象。就是他并不认为，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有这样的大国对抗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他的快反部队很少，只有4万人。他说你反正你恐怖组织啊、恐怖分子能有多少啊？所以他就这些部队够了。但是现在他认为，当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那就不行了。你要对付这个俄罗斯的话，4万人的快反部队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要把它增加到30万人。所以这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啊。那俄罗斯他当然也有反应了，你针对着我，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对北约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在还有的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呢，北约的防长也基本上就是在技术层面讨论了，要把各个国家的防务经费呢做一个相应的提升，特别是这个欧洲老北约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法国呀、德国呀、英国呀，还有西班牙这些国家呢，它的这个 GDP 是非常高的。那要是占到2%用于防卫经费，这是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俄乌冲突了，被美国这么一煽动，都说欧洲现在这个火药味十足啊，这可能是要有大仗可打，这个俄罗斯已经威胁到你们的安全了。所以呢，他们被吓得也都纷纷的提高自己的这个国防经费了。因为在特朗普时期呢，它是一种压服，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增加，你不增加的话，我美国从这撤军了，我美国就怎么样了。现在你看，应该说北约这欧洲国家被吓的怕这个跟俄罗斯冲突，怕打第3次世界大战，怕这个美国到时候把他们甩下不管，所以呢，都纷纷的增加这个经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峰会里边呢，拜登总统呢讲了几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北约这个组织里边要向这个欧洲方向的增加兵力。你看他这个增加兵力它有什么变化呢？第一个是继续的向东扩，就是向东边挤压，因为他现在提出来呢，要具体在波兰建立一个北约的指挥部，也就是美军要向波兰驻军了。那波兰和俄罗斯是这个挨着的呀，所以美国的这个军事驻军呢，很显然是向东挤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向罗马尼亚也要增派兵力。那么过去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就是安装这些就是相应的对空探测的这个雷达，比如说宙斯盾系统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防空导弹系统他说是为了应对伊朗的这个导弹。那现在图穷匕首见，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俄罗斯的，所以他要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增加兵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在波罗的海这个沿海，你看波罗的海都哪些国家？芬兰这个瑞典还有这个像这下面的波兰立陶宛这些都是俄罗斯的周边国家，他要在这儿呢增加驻军。另外在西班牙呢，他的这个海军的基地呢，也要把它美军的驱逐舰呢
从4艘增加到6艘，也是针对这个俄罗斯的。所以你看这次北约峰会上，对俄罗斯的这个围堵或者是挤压是更进一步的加剧。再有呢，就是他10年要定一个规划。那过去的10年前，他还是把俄罗斯当做一个所谓的伙伴，或者是可以就是相互商量的一个盟友。现在就是对手，就是敌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而且呢，是说我们要对他进行应对他各种威胁，也就是说地面接壤的这个疆界，还有空中的，还有海上的，那还有当然电磁空间的就是这种电子战呐，或者是这个所谓黑客的攻击都要加强。所以它是全面的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对抗。当然，北约的其他国家冲在前面，美国是躲在后面操盘手，因为他要避免直接和俄罗斯进行对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北约的这次峰会可以说给俄罗斯下了一个战书就是要全面跟他对抗。那现在呢，俄罗斯也看到，就是他如果在俄乌的冲突中打不赢，那他就真的一点退路没有了。因为现在周边几乎就是欧洲方向全都是北约的国家了，而且美军还有其他的这些北约的军队越来越往他的前面靠近。而且美国还专门强调要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加强美军的这种驻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德国、意大利包括英国现在都可能要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因为 B61-12这种战术核武器已经在德国和意大利包括土耳其都部署了。那么英国过去有一阵子呢，就是10年8年前吧，已经撤出了。美国现在又在那儿恢复，就在伦敦的北部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那现在又重新修这个仓库，又准备布放这个战术核武器。而且拜登总统说，我要在这儿增加2个 F-35中队，因为 F-35是隐身战机它可以挂载这种就是 B61-12的战术核武器。所以呢，这些都说明它是要在这个欧洲加强美军的前沿部署，加强美军的军事力量而且越来越靠近俄罗斯，要通过它的军事手段和武器装备的援助通过在目前俄乌军事冲突中呢，首先是要把这个俄罗斯给耗垮、拖垮，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围堵使俄罗斯出不了家门，使俄罗斯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力量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北约的峰会呢，基本上是为这样一个目的而召开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